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近日先后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3个东盟国家，成为拜登政府上台4个多月后首位访问东南亚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每到一处，谢尔曼便大肆宣扬美国将会对各国带来的各种所谓帮助，而东盟各国似乎并不买账。周二，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见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与其举行了2个小时的会晤。由于这是美国高级官员近年来首次访问柬埔寨，因此谢尔曼的柬埔寨之行尤其引发媒体关注。日经亚洲网站就刊文称，这次访问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没有与谢尔曼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美国官员访问过柬埔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也称，美高官访问柬埔寨令人奇怪，因为柬埔寨从未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焦点。有分析指出，谢尔曼此行就是在应对中国逐渐增长的影响力。同时，柬埔寨将在2022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也可能是谢尔曼此访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谢尔曼在访问柬埔寨期间，首先拿出了大棒，要求柬埔寨就2020年底未事先通知便拆除美国在该国云壤海军基地资助兴建的2座军事设施作出说明，同时对中国在同一基地兴建所谓军事设施表示严重关切。对于拆除美资助设施一事，柬埔寨国防大臣迪班说，柬埔寨采取的这些行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义务将其计划告知美国。而对于所谓中国在柬埔寨兴建基地一说，迪班就表示，柬埔寨将寻求中国的帮助，对云壤海军基地进行扩建和现代化建设。迪班强调，中国对云壤港发展的贡献将提升柬埔寨在海事领域的防卫，让柬拥有一个合适的港口。柬埔寨非常感谢中方的帮助。实际上，所谓的中国在柬建军事设施前因后果非常清楚。起因是柬埔寨在2019年拆除了由美国出资兴建的云壤海军基地内的柬埔寨海军安全委员会战术总部，2栋存放小型巡逻艇的建筑。美国借此怀疑中国军队趁机进驻，于是向柬埔寨进行外交施压，要求柬埔寨做出解释，并提出继续由美国出资修建新的军事设施，但遭到柬埔寨的婉拒。有分析认为，美国一些人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常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往军事设施方面炒作，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其目的是逼迫东南亚一些国家放弃与中国的相关合作项目，或与中国进行合作时有所顾忌，从而破坏中国在海外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的正常推进。这个基地其实原来也使用过跟美国相关的一些设施，后来被柬埔寨政府拆除了。那么现在表示说柬埔寨政府表示说要这个借助中国的一些帮助，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美国他也是确实对这种的力量的一种变化呀，他心里面感到有不满啊，他要从安全角度，他所谓的安全角度要去予以关切。那么第二个，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炒作军事议题啊，因为其实美国也知道，所谓的军事基地议题呢，不但是这个中国的军事基地议题啊，在东南亚国家很敏感。其实这个中国在柬埔寨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呢，就是说谢尔曼他想通过访问，通过强调引起相关国家对这一议题的联想，从而把中国问题炒热。除了拿出蹩脚的大棒之外，美国还试图用胡萝卜来拉拢柬埔寨。美国务院称，谢尔曼在与洪森的会见中表示，将用1100万美元帮助柬埔寨应对经济和健康挑战，但是这笔钱的真实性却引发媒体兴趣。柬埔寨首相洪森曾于5月20号质疑美国对柬的援助，称柬埔寨曾向美国申请援助400万剂新冠疫苗，至今未获得回复。洪森还表示，美国的1100万美元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中国的援助倒是切实到位了。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和出口，柬埔寨根本没有疫苗给人民接种。周三，谢尔曼在曼谷与泰国总理巴育会面的时候，也提出向泰国提供3000万美元的抗疫援助，还表示美方将对泰国采购疫苗提供支持。但是有不少旅居泰国的美国侨民就表示，美国政府连在国外的公民都无法保证顺利接种疫苗，更何况其他国家公民。谢尔曼这次访问过程当中啊，这个对访问的国家啊，这个总是说提供多少疫苗的援助，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在自己也是国内这
这个也处在这个抗疫仍然处在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疫苗本身要把它匀出来就比较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口惠而实难治。所以我觉得谢尔曼这次访问还主要是一个炒作之旅吧，炒作美国的回归，炒作美国确实在重视东南亚。此外，日本也在东盟积极配合美国。在由日本举办的亚洲未来会议上，日本希望能够拉拢更多的国家针对中国，但是不少东盟国家纷纷表示不愿意选边站队。马来西亚前任总理马哈蒂尔对此做出了明确表态，向美国等国家发出了明确警告。马哈蒂尔表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即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最好与中国分别单独接触，而不是要试图联手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和南海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马哈蒂尔说，四方安全对话是一种老旧的包围战略，在这种战略中，你们会试图包围敌人，但当你们这样做时，敌人也会进行报复。马哈蒂尔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应以实现稳定和共同经济利益为目标，确保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马哈蒂尔还表示，希望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北京采取激进态度后，拜登能够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胜表示，在中美经济、军事实力日益接近之际，美国对华战略可能越来越倚重第三方力量，而东盟正是美国希望借助的帮手。为此，美国将进一步试图把东南亚纳入对华打压的战略轨道，但绝不会对东南亚施以真正的关心。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能走多远，值得关注。外界注意到，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量正稳步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1.7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中国与东盟继续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我觉得这种表态呢，也说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前领导人还是这个现在的领导人，应该说对国际局势、对中美关系、对地区局势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第一个是不希望中美对抗，第二个呢，即使中美有对抗、有竞争，也不希望他们被卷入其中。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代表了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应该说一种主流的一种认识。但确确实实，无论从这种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中立的立场，对东南亚国家是最有利的。